金平，有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。撤侨？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，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。这是刚刚截获的，日军第3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，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。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？恐怕是为了赶出机场，以应战时之需吧。智博，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。好。站住！有证件吗？谁？进去吧。雅娟，哎，亲爱的，你想死我了。黄科长，你怎么不分场合啊？来，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。这3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了趟上海，我表姐病了。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，我来安排。谢谢你，阿黄。不过我表姐说，她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你和你表姐说我们的事了？我们的事儿？是啊，我决定娶你啊。这不现实啊。为什么？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。哎，雅泉，你不知道，这3天你不在，我跟丢了魂似的。父亲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。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，生活上要检点。父亲，小廖他是个孤儿，77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，一直靠勤工俭学。哎呀，行了，他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哼，什么孤儿？他难道不是孤儿？胜儿，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，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，懂吗？父亲，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，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。可我决定娶她。什么？你竟然还想娶她？是的，我已经对她表白了。你混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能爱她？难道就因为她穷吗？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，于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，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、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，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，我命令从即日起，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，扣留所有日方舰船，设置水雷，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。阿黄，雅泉，你怎么才到啊？这么急着约我出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昨天的事让我一个晚上没合眼啊。你还这么上心呀？雅泉，
请你离开我的儿子，好吗？吃醋了？他还年轻，我也没说你老啊。你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？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小晶晶。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？电台坏了，来不及修。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，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。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。云子，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，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。是。慢。啊？情况如此紧急，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？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格玛，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。云子，先发这样一条电文。有什么新的情况？高寒，你看，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。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收到此电文后，做例行的检修，以迎接长官的来访。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先生，你这烟嘴儿质地不错。我更看重它的款式。马云飞，先生，请慢游。冯先生跟我说过，你的日语讲得很好。哼，我在东京待了3年，钟锡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。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，我们还是说汉语。好，这就是你要的东西。冯先生说，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，
追了他3年，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。是啊，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是痴心不改。钟西平先生，你见过他吗？没有，很遗憾。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，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。既然这样，就拜托了。不客气，我会留意的。欧阳，哎，刚才啊，我见到钟西平了，你别说，收获呀真不小。我今天呀，要好好的感谢你，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。看看这个。哎，这南云号是日本第3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，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，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？该不会是要打仗吧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。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，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？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？再者，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，怎么单独行动呢？这不合常理。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？大姐，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，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。高寒分析的没错，这是对手的试探，是佯动。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。好狡猾呀！那我们就不予理睬。啊？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？一切很平静，南云号顺利通过，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。哼，这么说，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。是，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，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。云子，使用同一套密码，给他们发报。电文如下：前电撤销，帝国海军第3舰队、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，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，撤回公海。好家伙，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了。可不是，这个情报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。什么人？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，我的编号是031，少校军衔。哎，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。长官不在家。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。既然当过兵，就该懂这规矩。误会，我。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！啊，兄弟！哎，混蛋！哎，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，啊？这回你领教了吧？哎，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，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。可你瞧他们，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。走吧，直接去国防部。国防部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？我跟你说，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就算是回娘家，
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。哼。建平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，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。怎么叫随便插手呢？哼，哎呀，你的脾气啊，可是一点都没改啊！改不了了，也不想改。吴副官啊，你好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。你说我在为难你？哎，建平大姐。既然卸甲归田，我就奉劝你一句，就别操这份闲心了。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插不上手。吴参谋，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，你们才插得上手？哼。欧阳，欧阳，你听我说，哎，欧阳，哎。哼，什么玩意儿？手头短了就直说，还说什么重要情报？欧阳，先住下吧，我得想办法找找熟人。咱们呀，得亲自去找老头子。连何应钦、戴笠都朝拜不上，还敢惊动龙家？死马当做活马医吧，别白费功夫了。时间紧迫呀！我们会齐心协力迎击来犯，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。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？是不敢，还是时机未到？这个啊，我无可奉告。好的。国难当头，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。巴西德军的战斗训练的问题。欧阳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儿，各位先请吧。没事，我们走。谢谢，先生，谢谢。你好，欧阳，你好。收获。哎，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？没有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王铁生参谋，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。啊，我知道他，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。你好，我是建平的老街坊，经常听欧阳提起你。你好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，我的工作倒还不累，看见了，伺候一些外籍记者。哎，建平，你好像有什么事吧？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，有点重要的情况。是这样啊，这恐怕很困难。这样吧，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。好，走。行。停车。证件。行。日本人疯了，开这么快，就不怕撞上暗礁？好像赶集似的，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。是。云飞。哎，怎么样？哼。那咱也不能白来呀，走。喂，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，正要通过要塞。封锁江要塞。好，快关闭要塞，别让日本船跑了！关闭要塞，快！你说什么？海军报告说，他们在江阴仅仅扣留了2艘日本的小商船，长阳号和大真号。其他的呢？在江面之上撒蹦的舰船，难道就只有2艘？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，大约有30几艘。
娘西皮！一夜之间，30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？校长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思考？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？等你思考成熟了，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。于诺，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，无论牵涉到谁，都必须一查到底，军法处置。是。这也是你的机会啊！你的军统，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。我只能为你搭台，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。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。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。奶奶的，哪个不要命的，敢跟我玩这手？报告，戴主任，这是刚刚在院子里。什么内容？念我听听。啊，委员长。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，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，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。本想及时告诉……怎么不念了？告诉谁啊？告诉戴主任，可是被警卫拦截，在呈送国防部。又被拒之门外，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，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，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。不知您能否见到？附破译的情报文稿。署名呢？几个为国效劳的人。于诺，你看看，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！赶快把他们找到，我要亲自接见。是。王铁生怎么说？30多艘船全跑了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，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，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，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。党国腐败啊！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，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。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！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。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？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？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。欧阳，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。我出去走走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
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。谢谢。先生，你是？哦，我是刚来的。怪不得我没见过你。小姐对这里很熟悉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这里的女招待，姓廖。那幸会了，廖小姐。这么说，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？算是吧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。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。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？这个嘛，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和女人谈买卖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马先生真会抬举人，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。小廖，你的电话。哎，来了。马先生，再会。再会。这么时髦的女人，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。云飞，云飞，嗯，干嘛？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，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？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？我被什么绊住了？这次啊，放心好了啊，全包在我身上啊。先生，你的酒。哟，这位小姐，小姐好漂亮啊！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。小廖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啊？说是你姨父。哦，那我去取就来。哦。姨父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夏泉，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。很危险吗？哎，特别危险。你不该来这里。情况紧急，我只能来。这里说话不安全，走。哦。你说。啊，是这样，酒井少佐很着急，因为你有段时间啊没有跟他联系了，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。电台没修好，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，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。这是我的住址，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。我知道了，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。哦，另外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。嗯，你要特别小心才是。跟踪我？对，还是小心为上啊！我先走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跟踪我。12号，12号，12号，李先生在吗？来，我是12号。嗯。哪儿不舒服？哎呀，我哪儿都不舒服啊。嗯，老李，是你呀、回来这些日子，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。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？老周啊，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，打听清楚了吗？你的判断是对的。今天上午，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，而且量很大。这么说，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？哎，是早就秘密开工了，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，日夜加班。照这个进度，工期会在
近期完工。它的规模有多大？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。哎，我想知道，能起降几只火鸟？目前还不清楚。另外，日军第2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，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。21艘？是这样的，而且长谷川清的旗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。我担心的不是我们的军队，而是我们的装备。先生，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。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，也更加艰巨了。这平，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。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，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。哎，今天几号了？8月13号。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？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，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。真美啊，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。云子，我今天特地请你来，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。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，我深感荣幸。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。等你下次回来，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。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。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，我只要你陪着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装什么装？昨天还……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？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。巴黎，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，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？是啊，只可惜没有音乐。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？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，过不了几天，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。岂只是区区一个上海？到时候，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。果然是火鸟啊！87师打得很好，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。坚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，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就已经暴露无遗了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国家的银子都中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。这算什么？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、做壁上观的。外面在激烈战斗，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狱工。何坚，要干很容易，去战壕里捡支枪就得了，没有人会拦着你。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！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？
欧阳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，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。也就是说，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，而是敌人的心脏。欧阳，你看看谁来了？于先生，你可是稀客呀！少校，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，实非于某人的本意，请原谅。于先生，楼上请。哎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是你啊，何副官。没错。何坚，何坚，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，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何坚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想杀了他！我疯了你！何坚，不许你胡闹！于先生是我的客人，不好意思，于先生，请。哎，想想，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，谁让咱哥们儿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，啊？忍忍吧。姓马的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无可救药。何坚，好了，来，消消气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。按照中共的说法，这应该叫统一战线。啊？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，我真是太激动了。云子，过2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。为什么？你这次返回南京，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。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。坐。去年这个时候，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。啊，少校，那完全是一次误会。不是误会，是暗算。事实的真相是，姓戴的怀疑我通共，却又查无实据，所以才和何应钦摇好耳朵，把我清除出国防部。这件事啊，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。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。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，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。啊，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。这是你们写的吧？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，他要亲自接见你们。区区一介草民，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？老于啊，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，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；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，我还真是不明白了。少校，赶快收拾吧，车还在外面等着呢。欧阳少校，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？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我们这些人当中，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，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这也并不妨碍。我们事先有过约定。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，只要是为了抗日。这样也好。若即若离，互通有无。这样吧，上海的战事正紧，你们先在南京休息2天，
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。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，谢谢。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呐。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。啊，好了，我还有个会议，就先行一步了，自己多保重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欧阳，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？当然。欧阳，我可把丑话说前头，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，我现在就滚蛋。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，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。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？哼。哎，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？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有人在盯着他呢。小姐，再来杯酒。廖小姐。哟，马先生。真想不到，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哎，我能请你喝一杯吗？对不起，我在工作。啊，是我糊涂，打扰了。廖小姐，几点下班？我等你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我有事儿。马先生，你的手可够快的。是这样，我胃不舒服，就先回来了。依我看，你的病好像不在胃。我真的是胃不舒服。哎，不信你给我号号。啊？中国有句古话，想必您应该知道。什么？狗改不了吃屎。哎，高寒，云飞，你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哦，好。这么说，戴笠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？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也好，这帮家伙不好缠。云飞，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。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。哎呀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你不要那么计较。对了，欧阳，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。我想知道他的背景。廖雅泉？对，就是那天我跟他说话的那个。你不会怀疑他就是那个你苦练了3年的相好吧？我还真就这么认为，凭我的直觉。行，我来安排。哎，别跟高寒说，他这人小心眼儿。黄秘书，我们直接回家吗？哎，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，我要买包烟。明白。等一下啊，老板，来包烟。啊，你要什么？
来包海大门的吧，有锡纸包的吗？锡纸包的卖没了，只有大前门的有。那就来包大前门吧。好嘞。走。阿黄，今天晚上务必见面，有要事，料。雅轩，我想死你了。爸爸，您这是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？一点规矩也没有。我这是回家呀。大白天的，关什么门啊？这只猪。你不打算冲冲吗？我呀，今天有点累了。阿华，比不上你儿子呀。哎，姚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怎么了？你还真吃醋了？放心吧，我的心里啊只有你，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。小泉，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勾引阿胜，啊！哼，勾引？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呀？不过你家黄科长是有点不安分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他也进来了，那我们黄家可就……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？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。雅泉，我心里明白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事的。阿黄，你就还是信不过我啊？不过谨慎一点也好。最近温泉招待所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，你帮我查清楚哦。这没问题。啊，这是给你的酬劳，美金，数数吧。
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，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。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，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。为难？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雅泉，雅泉，算我求你了，放过他行吗？好吧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我需要一个人的出行时间。谁呀？哼。8月23日，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，在川沙、狮子山、吴淞一带强行登陆，并向吴淞、宝山、罗店、蓟河一线发起进攻。8月31日，攻克吴淞炮台，吴淞镇失守。次日，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。9月5日，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，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。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，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，与日军拼死作战，奋战2天2夜，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。宝山失守。失守。这些天，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：失守。通知张文拔，为了鼓舞我将士之士气，令国人之振奋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亲临前线视察。魏佐，上海战事吃紧，是不是？谁也不许阻拦我。既然委座已经决定，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，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，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！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，明天上午，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，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。英国虽然是中立国，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。我想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件事是最高机密，如有泄露，严惩不贷。爸，你还没睡呢？啊，我有点心。外面在下雨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？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。啊，孩子，
你先睡吧，啊，我有点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爸爸，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。如今是什么年月？气色能好吗？哦，对了，生儿，过几天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去看看你妈妈。爸爸，你不是说下个月就把妈妈接到南京来吗？今日，目前这样的形势，我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安排？爸，你如是小心点。还在，放心吧，去就回来。啊，平时多关心关心你妈妈啊。我需要1个人的出行时间。怎么求你了，放过我的儿子行？如有泄露，严惩不贷。几点？你要打听的那个人，明天上午要去上海，早饭后，大概是9点钟。接着说。临近上海，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。车前有英国国旗，车身上有标志。要找的人就在车上面。准确吗？这个消息绝对准确。这是特高标定的酬金。好吧，我在这里下车。亚轩，等做完这件事，我陪你去富士山度假，顺便看看你的母校。什么都给你了，你还不信我？老鹰飞出，老鹰飞出，计划9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。雨过天晴，天气真是太好了。简直是疯了！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？我天，他们干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委员长乘坐的汽车在嘉定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。就在2个小时前，下午2点10分左右，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靠近上海嘉定的路面上，突然遭遇了日军2架战斗机的袭击，3辆均被毁。许格森大使身负重伤，现正在陆军总医院抢救。哎，那委员长呢？委员长因为临时有一项紧急公务，才躲过了这一劫。嚣张，这真是太嚣张了。这次行动对老板压力很大，山峰要求限期破案，眼下我们的人手又很紧缺，你看是不是请欧阳支持一下？老岳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那好，我等你回话。啊，晚上的饭局算了。那好吧，保持联系啊。哎，小亮，你来啦！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啊。啊，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。哦，今天上午啊，有先生找你。找我？谁啊？对啊，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，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。啊，是他呀。啊，哎，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他还挺关心你的嘛，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。哪有啊，你别瞎说了。其实小廖啊，你也不小了，这年头啊，女人该找个靠山。小廖，电话。哎，来了。哎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喂，你说。老鹰飞了。来啦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！什么假情报？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。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。怎么会呢？我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。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，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，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。不会吧？哎，雅泉，我不是廖雅泉。哎，你不是？那你是？我是竹内云子。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该清楚了吧？我知道了。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，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，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。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，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。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，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。我实在是冤枉的。哎，小廖，啊不，云子，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，老蒋他突然就，也许是天不灭他呀。哼，天不灭他，就由我来灭他。黄金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，就没这么简单了。玉子，
你就饶了我吧，这事太难了。怎么，想金盆洗手了？不，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付你？哦，还有，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，我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。你呀，真是个淘气的孩子。你想干嘛呀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。我不需要。哎，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？是你太客气了，我消受不起啊。哎，廖小姐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像你这种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，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。其实自从我见到您，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，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。但你还是接近了。是啊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，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。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。哼，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。哼。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？看见没有，这就叫以色攻色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别装了，好吗？我不喜欢昆曲。对，我忘了，廖小姐是唱文明戏的。不过牡丹亭里看牡丹，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。对不起，我姨妈病了。哦，那真不巧。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？确实如此，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。那明天呢？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。我会一直等，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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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美丽的明天啊！雨诺，这次我的行程暴露，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。是啊，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，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，我死不足惜。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，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。戴笠同意了我们的判断。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。汪精卫、白崇禧、何应钦、顾祝同，都是大人物啊。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？难说，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？从逻辑上看，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，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。
哎，这个字儿念什么？俊。读半遍。你没蒙我？我蒙你干嘛？真的读俊，黄俊。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？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，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。这就是黄俊呢。黄俊，字秋月，福建侯官人。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，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，很受信任。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人不简单。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，老蒋一死，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。这倒也有道理。马云飞这是要干嘛去？今天是周末，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。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是战争时期，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。哼。Got a jet-propelled hopper with a magic ray. Yes, I've got a jet-propelled hopper with a magic ray. 这些日子我好想你啊，戴荃。那你老爸不会生气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先生请。Now, when he gets started, there's nothing left to keep. All your love will explode when he turns on the heat. Fast like a rocket. 戴荃，你别想我。哼，行。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，好像很眼熟啊。他呀，你不认识他呀？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。就这么一个科长，能活得这么滋润？科长算什么？还不是靠着他爹啊。他爹？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，黄秋月呀。汪主席的主任秘书，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。可不是嘛。据说呀，那不乱套了？哎，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，你可别瞎说啊。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人来了。啊！哎呦，你也来，你也在啊！哎，你爸爸来了。是不是啊？黄秘书，黄秘书，你好，你好。黄秘书，怎么才来啊？有点事，耽误了。啊，来，这边请吧。先后2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，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。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，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，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。而更为奇怪的是，他们2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。
8、9月的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，居然还戴着礼帽。我也觉得很反常。欧阳，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和你想象中的竹内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。我只凭直觉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再见。中国女人欠身行礼，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，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。钉死他！喂，你好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吴。我知道。既然黄俊是戴笠一手宝剑的人，仅凭现在这点证据，很难说服信贷的，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。欧阳，凭我的直觉，这黄俊和廖雅全肯定有问题。哎，对了，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。没问题。是他吗？是。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。前面掉头。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？好像是个日本人。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。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？他会来。会的。对。看见了吗？会的。他不赶不来。云飞，你看。哎。这个杂种。我看清楚了，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个情况很重要，我回去处理胶卷。我再拍一张。我走了，你小心点。阿黄，须磨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有难度。经过上次的事故，老蒋的行踪也越发诡秘了。没难度，我们会找你吗？另外，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事儿要抓紧啊！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。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。不过敏叫人头落地。叔叔买冰棍吗？
廖小姐，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学校今天搞文明戏，彩排。哦，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。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。依廖小姐的条件，早晚能成为主角。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。在等人吗？哼，我在等一个朋友。哦，那又要走了吗？此话怎讲？我是说，像你们买卖人，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的。不过，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，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。那我真是受宠若惊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得走了。请便。嗯。廖小姐，什么时候学校演出，一定要通知我，我一定会去捧场。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。欧阳，我有可能暴露。肯定吗？我的直觉是这样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，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。你必须回来。好，就这样。欧阳，出什么事了？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，他在追踪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，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。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，被称作间谍之花。是啊，云飞追踪她已经3年了，可是没有一点线索。据冯先生那边讲，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。上回封锁江阴要塞的情报泄露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，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。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，那得想办法除了她。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回不去了？不，我不想就此罢休。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。所以说，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。今天晚上，我们找几个人。小廖。是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。可是如果他不回来，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，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。他自作自受，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？对于暗中的对手，所谓暴露，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。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了，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，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，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。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儿，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，绝不会轻易撒手。所以稳住她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，以色攻色。我知道，眼下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同意你的意见。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
站住！郑姐，好，请进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退后，退后。退后，退后！快点，快点！来，退后，退后！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来，都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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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快，快，让哥！等一下，他还有救吗？抬走！抬走！哎呀！啊，走吧！啊！哥，你哥干什么？啊！这人怎么死了？起来吧。哎，我还真差点睡着了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在床底下猫了一宿。哎呀，还真有点犯困。怎么样，我的演技可以跟袁牧之有一拼吧？你别说，你小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，连死人都演上了。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，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了。这话我爱听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智伯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！黄俊，这简直是难以想象是吧？他倒是和日本大使馆的人很熟，不过我们也都很熟悉。目前中日双方虽有战事，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战，两国的外交还是存在的。老于，你回去可以禀告你们戴老板，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。就因为他们错拿了礼帽？紫色礼帽是他们交换情报的一种手段，自以为很高明，但他们恰恰是栽在了这顶礼帽上。毕竟我们还没有见到所谓的情报吧？玄武湖上的街头、温泉招待所的谋杀，这些都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？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，你让戴老板定夺。哎，少校，别误会了。当然，我明白。黄俊是他的老同学，当初又是他亲自向委员长举荐的机要秘书。或许他是……不，这件事无论牵扯到谁，上峰都会严惩不贷。那就好。还有，你得帮我们换个地方住。这没问题，我手里正好有一套英国人的老别墅，很安全。其实不换也没有关系。老于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？哎，不，少校，我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嘛，下一步就更需要你们帮忙了。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，我负责转告戴老板。这不是买卖，我们没想过和你们谈条件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你们我们呢？嘿，这房子够排场的，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马云飞，什么时候咱也弄上这么一套？你什么品味啊？他就这品味，你跟他置什么气啊？
拿着。是你们俩这扫兴，这么好的房子啊，房子好，房子好啊！给我倒杯水。哎，欧阳啊，大家过来一下。老蒋限他1个月破案，你说他能不着急吗？大家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还继续做下去。我觉得做下去，至少让戴笠觉得咱们这些人比他花大价钱雇来的那些人有用的多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戴老板这回怎么也得给咱们意思意思吧？咱们这些日子可都是自己吃自己的。钱倒不是问题。嘿，你倒大方起来了。没钱，咱喝西北风啊！别打岔，我们这回又不是跟戴笠谈买卖。日本特务机关把手伸向了老蒋，可谓用心险恶。群龙不能无首，三军不可夺帅。谢谢。如果真让日本人得了手，那对中国的战事无疑是一种打击。毕竟老蒋是最高统帅。我赞成高寒的意见。现在的抗日局面来之不易，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，老蒋的态度也不再暧昧了。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为了抗日吗？那就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完。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个漂亮的开局了。那好，那我们就接着干。眼下戴笠的心里很矛盾，他既担心我们会搞错了皇军，又害怕再出乱子。那看来我们得亲自抓住这些人的把柄，这戴笠才肯买账啊。智伯，这可是大文章，大文章就得大手笔。这个嘛，倒也不难。文章嘛，还是要从那顶紫色礼帽做起。这2天我很忙，恐怕没有时间。秋叶兄，秋叶兄，好，请留步。李农兄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哎呀，我哪敢有什么吩咐啊！明天上午啊，委座要去中央大学演讲，这演讲稿呢，还得请秋月兄你给看看。哎呀，委座明天上午去中央大学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临时插进来的事。淞沪会战形势紧迫，学生们群情振奋，扬言要火烧日本大使馆。委座担心这个时候会把事情弄乱。学生们总是爱冲动。戴主任，我这就处理。这是日本大使馆的请柬。好，谢谢啊。秋月兄啊，我跳舞你知道，简直像只鸭子。不在行，你的舞跳得好，一会儿替我去吧。啊，这合适吗？人家请的是你呀。嗨，不就是跳跳舞吗？啊，去吧去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知道我笨手笨脚的，根本不会跳。你这个老同学。哎，欧阳，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姓黄的上钩了，戴笠亲自出演，演的还真不赖。行啊，欧阳，能亲自给戴老板拍戏了。正好，日本使馆的舞会帖子也及时赶到，就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行动似的。哦，对了，云飞，云飞，你看，土肥原贤二，对，就是他，今天的日本驻华特务总机关长。从几个方面的情报看，这个隐藏在国防部招待所的女招待就是竹内云子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我总算是找着她了。哎，谁送来的？是冯先生派人送来的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先别忙着激动，我还得安排晚上的事儿呢。哎，高寒呢？哦，在上边听电报呢。刚才撂下去，不对，应该是竹内云子小姐的姨父来电话了，说她姨啊今天过生日，让她晚上回去吃晚饭。这就对了。高寒，
大姐，回来了。高寒，这是日本大使馆下的帖子，请大家今天晚上去跳舞。跳舞？可我这回没带跳舞的衣服。哎，没问题，我陪你去买。云飞，今天晚上你不能去。就是啊，一个死人怎么能跳舞呢？还是让我去吧。高寒，我的舞可跳的不比这小子差。你也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我的舞跳的确实特别棒。你还得给我当一回古上早10千。那行，我陪高寒去买衣服吧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捣什么乱呀你？还是让何坚去吧，去最好的商场买最好的。谁让戴老板有钱呢？走吧。哎，别忘了给我捎上一顶紫色礼帽。以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？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。你先生？喏，就是那边那位先生。我先生是个买卖人，却不善交际。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？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哪里公干呀？我的经历就曲折了。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，第2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，没干多久又到了南京。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！先生，里面请啊。抽烟啊，不会，谢谢。您是啊？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。难怪我没见过您。第一次来南京吗？我姥姥是南京人，可惜她已经去世了。李先生，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？当然了，战争时期嘛。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。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？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，但我不是。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，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。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，我敬你一杯。明天上午8点，中央大学礼堂听重要演讲。去请云子小姐来一下。嗨。
明天的事情务必成功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是。这是你的工具，慢，不要轻易碰它，有毒，剧毒。来，站住！哎，我是学院记者，我要找个合适的角度为园长拍照。到那边接受检查。去吧。今天我来中央大学，是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。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，日军从海上、空中、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。同学们，去年我对国民说过，一旦战事一开，就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但是，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绝不轻言放弃。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绝不轻言牺牲。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、悟大局，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，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，要以最大的恨、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。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，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，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，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。放开我！同学们，放开我！大家的心情，把他给拉起来。我蒋友能非常理解。自淞沪会战以来，每天你没死，前线的将士，你还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死呢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竹内银子，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？战争的问题，切不可以。你们演了一出好戏。很遗憾，大家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，相信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。一定要相信我蒋友人。今天我栽在你们手里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。可惜啊，扭转战局之不利，你没有明拯天。救国民于水火。带走。如果中华放开我！放开！存亡的最后关头，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，我蒋某人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冲锋陷阵，中国人。也在所带走。小廖啊，好好的都小廖，听说先生公司打成了更群啊。小廖，王科长，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廖了。老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啊。等我？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。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？老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等等，你们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复兴社想干什么？啊！放开我！快走！行社，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。先生，您的包裹。你找谁呀？哦，
啊？哦，您就是黄先生是吧？啊，嘿嘿，您的包裹，请您在这儿签个字。在这签字？啊，就在您的名字下面。啊。您不想打开看看吗？别动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别动！还是打开看看吧，秋月兄。运动兄，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啊？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？支开！这顶紫色礼帽，想必你不陌生吧？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运动兄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两人吧！啊！我真是瞎了眼。没有看清你这个败人！